自从天界开放自由恋爱后，众仙都急着谈恋爱，完全忘了人间的苍生疾苦。原本困于结界之外的魔族趁机入侵人间，而本该驰援人间的天界众神，却只派信使下界丢下一句话：人间香火若断，大夏必亡。看着眼前的2本秘法，身为大夏人皇的我笑了。我装的毫不在意，送走信使后，直接转身下旨：即日起，我大夏不拜神，只进英烈，人间神庙一座不留。不久之后，当天界众神发现我的剑能斩杀不死不灭的神后，才后悔当初。当时人族为抵抗魔族入侵人间，我父皇萧航这个人间最强者和数百位人间修士以性命开启禁术，才斩杀魔君，逼得魔界大军暂时退回了魔界，为人间换来了短暂的和平。可当我祭奠英灵时，却被神族强行打断。此时送葬的队伍来到一处巨大的石碑前，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都是因这场人魔战争死去的人。我刚准备默哀，一道声音从天空传来：该死的人族，害我父皇，我要杀光你们！闻言我睁开眼，只见一个黑衣女子朝着我飞来。我满脸疑惑，魔族阴险狡诈，怎么会有这种大聪明？看他周身的魔气，修为并不高，这种修为敢来袭击我，不是送死吗？果然还没等他靠近我，护卫陈龙便挥拳朝他暴冲而去，眼看拳头就要落到那魔族女子身上，意外却发生了。凡人休得放肆！一道威严震怒的声音从天上传来，随后几乎凝如实质的威压朝着陈龙袭来。陈龙被这突如其来的威压打得措手不及，重重的摔在地上。我顺着声音抬头看去，只见天空中一袭霸道无边的黑甲悬停在半空，正是那失踪数月让大夏陷入绝境的天界战神王腾。看到王腾的时候，我自然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我自嘲的笑了笑，在魔族屠戮人间时他没来，魔女袭击他没来，反而等我们要杀魔女的时候他出现了。此时我虽有不满，但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王腾上神，我的声音异常平稳，竭力维持着帝王的体面。你降临人间所为何事？王腾并未立刻回答我，他身形闪动，忽然出现在那魔气萦绕的黑衣女子身边，动作轻柔地将她护在身后，那姿态像呵护稀世珍宝般的温柔。阿腾，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不管我了呢。王腾闻言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柔声安慰道：灵儿，就算天地崩裂，我都不会不管你的。随后他冰冷的视线落在我身上。萧衍，你身为大夏人皇，竟敢纵容手下杀害本神的爱侣，你可知罪？我仔细看着她护在身后的魔女，她周身散溢的魔气与那些屠戮我子民、毁我家园的魔族如出一辙，荒诞感几乎要将我淹没。上神数月未临人间，原来是去寻了一位爱侣。只是上神的这位爱侣，这身精纯魔气，倒让朕想起一位故人，不幸被父皇灭得魂飞魄散的魔族君王。那魔女闻言疯了似的尖声喊道：就是他父亲用邪术害死了我父亲阿腾，我要他偿命！王腾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随即转向我：萧衍，你听到了，你父亲为一己私利残害魔尊，罪无可赦。看在你还算识相，跪下向灵犀磕头谢罪，否则休怪本神今日踏平你这皇城。跪下谢罪。我轻轻咀嚼着这4个字，胸腔里翻涌的怒火几乎要冲破喉咙。王腾上神，朕有几个疑问，不知上神可否解惑？你想问什么？说。王腾眉头微皱，似乎没料到我不立刻屈膝求饶，反而还敢发问。数月前，魔族大军撕裂结界，屠戮人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数的求救文书如雪片般飞向天庭，却如石沉大海。请问上神，彼时您在何处？是神物缠身，还是沉醉温柔乡，无暇他顾？听到我的话，王腾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显然被戳中了痛处。他身后的魔女灵犀更是气得浑身魔气翻涌。我不给他辩解的机会，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沉痛的质问：朕的父皇为重启结界封印魔惑，不惜以自身数千年道行与灵魂为祭，与魔君同归于尽。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我大夏无数忠勇修士将士，他们的英魂此刻就安眠在这英魂碑之下。而就在方才，朕与将士们在此默哀祭奠英烈，上神的这位爱侣不问青红皂白，口口声声要杀了朕，为魔君复仇。敢问上神，他有何资格在此咆哮，又有何资格要求朕下跪？他魔尊父亲率众屠戮人间时，可曾想过谢罪？我的声音如同出鞘的利剑，直刺向那对神魔眷侣。王腾的脸色铁青，周身神力波动，显然要忍不住动手。放肆！王腾被我连番质问逼得恼羞成怒，神威如同实质的山峦般轰然压下，试图将我彻底压垮。萧衍，本神的行事岂容你一介凡人智慧？灵犀之父虽有错，但罪不至死。本神再说最后一次，跪下向灵犀磕头认错，否则休怪本神替天行道。
那恐怖的神威几乎让我骨骼作响，身后的送葬队伍更是被压得东倒西歪，连呼吸都困难。但我依旧挺直了脊梁，仿佛那万军之力不存在。这家伙视凡人性命如草芥，视人间牺牲如无物，只凭自己的喜好便想要人间帝王屈膝，还说是替天行道。哼，王腾，你的天道，朕看不懂也不想懂。朕只知道，朕的子民是父皇和这卑下万千英魂用命换来的。朕只知道，父皇教导朕：膝下有黄金，只跪天地父母，只敬为国捐躯的忠烈。至于你，还有你怀中这位要为魔君复仇的爱侣，大夏天子萧衍今日就站在这里，明摆着告诉你，要朕向一个魔女下跪谢罪。就算天塌地陷，山河永继，也休想！好你个萧衍，今日本神就让你灰飞烟灭！说着，他手中雷光乍现，要向我劈来。其余人想救我，却被压得根本动弹不得。住手！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道庄严的声音。战神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抬头望去，是一袭白衣的女子，不染尘土一般。她名叫天颜，是天宫向人间传递的信使。战神见到她，虽然依旧愤怒，但也知道这是天帝的信使，冷哼一声，收了雷霆。天颜飞到战神身边，耳语了几句，随后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说道：凡人萧衍顶撞上神，但念在初犯，今日之事便不再追究，到此为止。凭什么？战神擅离职守，不顾人间死活，还包庇魔族圣女，残害我大夏忠良，此事怎可就此作罢？凭什么？就凭这个？我话音刚落，战神冷笑开口，随后手中雷光乍现，朝着阴魂杯砸去。只听一声巨响，巨大的石碑应声碎裂，碎石落到了土地上，砸出一个个巨坑。就凭我是神，而你只是一个卑微的凡人。他高高在上的看着脚下的我们，仿佛在看一只毫不在意的蝼蚁，说着便搂着灵犀朝着天空飞去。见我似乎依旧很愤怒，天颜开口道：不要有怨言，你可知战神与那魔族圣女在一起经历了多少磨难，产生了多少误会才走到一起的？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凭什么要为他们的错买单？见我不知好歹，天颜一挥，衣袖冷哼一声：今日我来传天帝命，从今日起，大夏境内天庭的香水要加倍，若办得不好，你这皇帝也不用当了。说完，他拂袖而去，直到远处的霞光消失不见，众人身上的压力才慢慢消失。那晚我辗转难眠，我看着父皇留下的2本秘法，最终做了一个决定：我不但要违抗天帝的命令，还要斩神。斩神！第二天一早，我将汪直叫到御书房内，拿出我早已写好的圣旨，吩咐将其昭告天下。天界众神为一己私欲，不顾人间百姓安危。即日起，大夏境内废绝一切神道祭祀，捣毁所有供奉神之庙宇、神龛、塑像，收缴焚毁一切神道经文、法器。凡有私藏私拜者，视为叛国，立斩不赦。其实后面的惩罚都多余说了，百姓们早就受够了如今神明的做法，纷纷自发地砸毁庙宇，毁其精神。就这样，这场声势浩大的信仰重塑活动持续了数月之久。这日金銮殿内，文武百官分列2班，正在议事。工部奏报，各地水利修缮进展顺利，即便再有旱涝，也能解决。工部尚书的话音未落，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猛然从殿外传来，紧接着殿门被一股巨力轰然撞开，2名金吾卫统领如同破麻袋般被狠狠踢飞了进来，重重摔在地面上，口喷鲜血。他们身上坚固的玄甲寸寸碎裂，显然承受了无法想象的重击。殿内瞬间大乱，文官惊骇失色，武官反应极快，纷纷拔刀出鞘，迅速将我护在中央，刀尖齐齐指向殿门方向，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烟尘弥漫中，一道刺目的白光缓缓步入大殿，依旧是那身纤尘不染的白衣，依旧是那张看似悲悯实则冷漠的脸。天颜来了。对于他会来，我早就猜到了。神明的力量来自人间的信仰，若是人间不再供奉，神族必将受到影响，必定会派人前来问责。天颜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仿佛整个大殿的空气都凝固了。那些拔刀护卫的武将只觉得手中的兵刃重如千钧，手臂不由自主地颤抖，文官更是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脸色惨白。凡人萧衍还有尔等蝼蚁，可知罪孽深重。我在层层护卫之后缓缓站起身，推开挡在身前的一名老将军，一步步走到御阶边缘，直面那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天神，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只有一种沉淀下来的决绝。罪孽。我的声音清晰而平稳，在神威压迫下竟显得格外有力。敢问天颜上使，我大夏子民祭奠为国捐躯的英烈，何罪之有？砸毁那些只知索取不见庇护，甚至包庇仇寇的神像庙宇，何罪之有？我人间求的不过是一份公道，一方安宁，何罪之有？放肆！天颜眼中神光暴涨，一股更强的威压如同海啸般涌向我。我闷哼一声，身体晃了晃，嘴角渗出一丝鲜血，但我依旧死死咬着牙，脊梁挺得笔直，硬是没有后退半步。公
道安宁。天颜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语气充满了机械与不耐。尔等凡夫俗子，目光短浅如井底之蛙，神明行事自有其深意，岂容尔等妄加揣测，肆意诋毁。王腾战神与灵犀圣女的姻缘乃天命所归，其中因果纠葛，岂是尔等能懂？尔等为一己私愤，断三界香火，致使神力源枯竭，天庭震荡，此乃轻负三界之重罪。他向前一步，神威更盛。萧衍，本使今日亲临，是给你，也是给这愚蠢人间最后的机会。即刻下旨，恢复所有神庙祭祀，重塑神像金身，举国忏悔，重燃香火，否则人间皆死。我内心狂笑，只要他再一次忍不住对我动手，我就可以借父亲留下的秘法，吸取还差的那点神力，达成我的目的。为了激怒神明，我开始细数他们的罪状。2年前，水神爱上凡间女子而不得，因大水覆灭其村庄，周围数个村落被淹，数千无辜村民被害死。天颜一愣，想不到我这个凡人竟然提起了这件事。我并没有理会他的疑惑，继续说着1年前，土神为救心爱的仙族女子，竟然将自己的地心取出来，导致人间地震爆发，剧烈地震数月之久，死伤人数不计其数。半年前，人间大旱，赤地千里，恶桃遍野，朕亲设祭坛，焚香祷告，祈求甘霖。雨神终于现身，降下片刻微雨，百姓刚露喜色，以为天不绝人路，结果呢？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极致的讽刺和悲愤。不过一刻，仅仅一刻，就被不知哪里来的仙子一声交唤，便弃着嗷嗷待哺的万千生灵于不顾，飘然而去，留下满地绝望与枯骨。天颜！我直呼其名，再无半分敬称，声音如同惊雷炸裂，在殿内隆隆回响。这便是你口中深意难测的神明行事，这便是你口中深意难测的神明行事，还是你所谓天命所归的神仙眷侣，让我们跪拜供奉，祈求的他们守护三界的诸天神佛。天颜一时语塞，不过还是解释道：难道我们神仙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情感吗？简直是笑话！尔等为天神，享受人间香火，却因为私情不顾自己的职责，又凭什么让我们继续信仰尔等？天颜闻言恼羞成怒，手中缓缓显出霞光，一副要出手的动作。我压制住内心的激动，继续激怒他：怎么，上神是想杀朕？有种你便动手啊！只要你不将朕杀了，我的旨意便永远不会停止，人间香火就永远别想恢复。天颜被我的话震惊到了，可我却没想到他确实不敢。若将这个人皇杀了，到时候人间的信仰会更加难收集，天地的怒火恐怕烧到我自己身上。你们给我等着！天颜见威胁我不成，撂下一句狠话便甩袖离去。天颜离开后，我们都叹了口气。丞相江明对着我说道：陛下，若要斩神，必须要激怒他们下死手，借机吸取他们的神力。可不知为何，这些神明迟迟不上钩啊！只要我们有耐心，他们早晚会忍不住。你先退下休息吧。满头花白的丞相江明行了一礼，便走出殿外。天颜走后，人间便迎来了神明疯狂的报复。巴蜀地区迎来100年一遇的地震，死伤无数，江南一带大江决堤，淹没数百村落，连京城附近也有狂风天雷。短短数月时间，各种全国各地受灾的奏折便纷纷传入大殿之中，让这个才经历战乱的国家饱受摧残。不过就算如此，大夏子民并没有因此屈服。滚！我们不拜微臣。就算天颜数次现身各地与其谈条件，都被拒绝。这样的灾难只会更加激起民众的怨恨，而我也并不是毫无准备。在我宣布那道圣旨的第2天，就召集大臣商议后续可能得报复，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各种应对措施。虽然这并不足以与神明抗衡，但是也能缓解民众的苦难。只是战神降下的神罚，我们却根本无能为力，这也让我加剧了要做那件事的决心。时间过得很快，1年过去。或许是因为神族的神力消耗得太快，我在上早朝的时候，突然护卫陈龙走了进来。启禀陛下，神族再次前来谈判了，此时正在大殿外等候。我微微眯起眼睛，终于来了。我知道他们迟早会来。走，诸位爱卿，随朕一起迎这些狗屁神明。说着，我从龙椅上站了起来，带着大臣们朝殿外走去。一出大殿，我便看见大殿外一众守卫正包围了2人，准确来说是2位神明。这次前来的看来不止天颜，他旁边还有一位老熟人，正是战神王腾。他一脸愤怒地看着阻拦他的守卫，守卫们虽然也面露恐惧之色，但却还是忍着恐惧将2神围住。天颜见到我过来了，连忙打着招呼：萧衍皇帝，许久未见，近来可好？我并没有理会天颜的话，而是上下打量着。看来信仰的缺失对神明的影响真的很大。短短1年的时间，天颜身上的神力已经不足原来的1半了。
但是我又看向王腾，不由得一愣。同样都是信仰之力缺失，天炎神力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王腾身上依旧是神光激荡，看来那些大神还是有一定的阻止神力消散的手段。王腾被我看得有些不悦，我冷笑着说道：“不知两位上神前来所为何事啊？”天炎见我如此直白地问，清了清嗓子，努力维持着他作为神明的体面。本神奉天地之命前来与人间和谈。我一挑眉，哦，你说怎么谈？天炎抬手指着我说道：“人间帝王萧衍为泄私愤，擅自蛊惑人间毁神族信仰，令三界不宁。”我听到这里，眉头微微皱起。跟我一同前来的官员也都不悦地看着两位神。天炎好似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不悦，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但念在是战神王腾有错在先，现命王腾为其道歉，天地宽容，只要尔等继续回复人间的信仰，我等便不再追究其过错。”我听完冷笑一声，也不反驳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只见天炎看着一脸愤懑的王腾轻咳一声，王腾烦躁地哼了一声，随后看着我不情不愿地道了声歉：“对不起，本神错了，不该擅离职守。”就这，我并不买账，这些家伙做了那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就这样轻轻接过去，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上神这道歉似乎并没有什么诚意啊。此时天炎和王腾都微微皱起了眉头，王腾则是说道：“本神都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我冷哼一声：“你起码要将那伤人的魔女交出来，我们才能谈吧。”你这凡人简直是得寸进尺！王腾见我竟敢要求他交灵犀，顿时火冒三丈：“姓萧的，别以为你这样本神就拿你没办法！”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将灵犀交出来，我也只是想气一气他而已。人族与神族之间的矛盾早就不再是我和王腾之间的私人恩怨了，谈判根本不可能。我摊了摊手：“随你，不愿交就算了。”哼，既然人皇你不想谈，那便算了。王腾没有下一步动作，反而是天炎开口了：“战神大人，动手吧。”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话音刚落，只见王腾手中顿时雷光乍现，随后瞬间来到我的面门。不知我计划的众人见到这一幕，纷纷慌了。但是我并不慌乱，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只见王腾的攻击落到我的瞬间，我的周身竟然爆发出浓烈的金光，随后竟然将王腾的攻击挡了下来，并且将他弹飞出去。王腾飞出数米远，稳稳地飞到空中。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突然像是想明白了什么，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萧衍，我以为你真的是那种不怕死的人呢，原来也不过如此啊！知道做了这种事会引来神怒，竟然提前做了一套防御的手段，真是可笑啊！我并未反驳，而是微笑着看着他。天炎此时也飞到了王腾的身旁，可能是怕我趁机攻击他。他现在可不比王腾神力已经很少了。他飞到王腾身边后，冲着我的大臣蛊惑道：“诸位看看，这就是你们效忠的皇帝，让你们一起做了天怒人怨的事情，自己却怕死的偷偷做了防御手段，完全不顾你们的死活啊！”这挑拨离间的本事确实可以。王腾似乎也抓住了重点。萧衍，我暂时没法破你的防御，但是你的臣子们可不是这样的。你要么立刻取消禁神令，要么我就将你的臣子们杀光。我正欲开口，下方却猛然炸响一声怒吼：“党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受这离间之辱！”是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将军，他怒视着空中的神明，声音嘶哑却字字铿锵。紧接着，更多声音汇成一片浪潮：“对，我们不怕死，要杀便杀，想让我们再跪拜这些伪神，休想！”两位神明见到这情形，脸色不太好看。王腾恼羞成怒：“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说着，手中再次聚集雷电。而这时，我缓缓抬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随后冷冷地看着空中的两位说道：“你们又如何知道刚才是我的防御手段的？”什么意思？两人听着我的话，眉头皱得更深了。我挥了挥手：“出来吧。”所有人此时都疑惑地看着我，似乎是不解我这是什么意思。而王腾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一脸凝重地望向偏殿的方向。而就在下一瞬，从偏殿中缓缓走出一道人影。那人此时浑身霞光激荡，散发着比王腾两人更加精纯强大的神力。随后几乎一瞬间便出现在我的旁边。这时，所有人包括天上的两位神明，此刻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此人正是之前以身封魔的父皇。我还没做出什么动作，天炎此时则是反应了过来，指着我一脸愤怒地说道：“萧衍，你竟敢私自造神！”我闻言缓缓抬起头来，毫不在意看着他。是又如何？在我下废神令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了丞相江明。之前在父皇寻找禁术的时候，交给我了另一本书，其中一本名为《封神令》的书，上面记载了从人到神的蜕变过程。也就是说，现在天上的神明也曾经是人族，最后被封为神明，享尽人间信仰。只不过如今的他们早已忘记了这些事实，他们自诩高人一等，享受着人间香火的同时，却不再守护人间。这本书上记载着，只要对死去的英灵收集人间香火信仰，便能使用信仰之力进行封神。
我当时找到丞相江明，命他大肆宣传父皇的事迹，学堂史书，街头说书。我们为传播其英雄事迹，无所不用其极。很快，父皇的事迹便传遍大夏每一个人的脑中。我不信神族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了解他们，他们傲慢，对人间的事不屑一顾，所以这件事很顺利。之后的步骤我不敢赌，我不知道神族是否也有相关造神的记载，于是命江明秘密建造庙宇，在自己家里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收集世人的信仰，最终成功凝成了父皇的灵魂。但是到这一步之后，我便停滞不前，因为上古时期人间封神的时候使用了其他某种神秘的力量，我们无法复刻那种力量，只能以这枚玉佩从其他神明的攻击中吸取。最终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我将收集力量的宝物放在身上，就赌他们之前不敢直接杀了我。而就在刚刚，王腾的攻击补齐最后所差的神力，我的父皇自然也成神了。你怎敢？天颜指着我愤怒的语无伦次，而王腾则看着父皇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父皇和他的神力气息和他很像，但是却比他更加精纯强大，因为父皇正是我们制造的属于人间的战神。至于为什么我们选择先造战神，因为灾难我们可以救灾，但是与神族实打实的实力差距，这才是最致命的。我们急需一个能让我们拥有和神族对抗的力量，掌管战争的战神便是最好的选择。王腾看着父皇冷哼道：人造战神吗？让我来撕碎你们的幻想！说着，一抬手，一道粗壮的雷霆从天而降，朝着父皇和我的方向轰来。父皇并不慌张，其他人也没有慌乱，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人间自己的战神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这不就是战神存在的意义吗？只见父皇一抬手，一道神光飞出，形成一道由神光制造的护罩，保护着下面的人。一声巨响传来，雷霆劈到防护罩上面，竟然毫发无损。怎么可能？王腾见到这一幕，不可思议地看着父皇，接着父皇一挥手，神光消散，他一步一步走向王腾，随着每一步的踏出，他的身体也缓缓上升，无数细碎的金色光点自破碎的阴魂碑，自皇城，自遥远的大夏疆土升腾而起，汇聚成一道璀璨夺目的天阶，承托着他的脚步。他周身散发的不再是王腾那种冰冷刺目带着毁灭气息的银白雷光，而是一种温暖厚重，仿佛承载着无数祈愿与牺牲的金色辉光。那光芒中隐隐有将士冲杀的呐喊，母亲祈祷的低语，孩童书写的沙沙声。这是人间的信仰，在托举着这位人间的新神缓缓逼近曾经高高在上的旧神。每走一步，王腾的脸色便愈发难看，直到升到和王腾同一高度的瞬间，终于支撑不住，一口金黄色的血从口中吐了出来。神光虚浮，本源动摇。王腾，你挥霍信仰，背弃职责，沉溺私情，战神守护之责，你早已亲手抛弃，你守护的不过是一己私欲。我父皇只是一指，王腾就被一道冲击波击飞到地面，砸起大量的灰尘。我为鼓舞人族大声喊道：今日起，人间战神当由英魂铸就，为苍生而战，尔等伪神还不束手就擒？王腾满脸不甘地看着父皇，怎么，堂堂天界战神也有今天？王腾闻言愤怒地转身瞪着我：人，你私自造神，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说着，他捏碎一枚逃命符咒，带着天岩头也不回地跑了。那两神走后，下面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此时也轻笑一声，看着仍立于虚空中的父皇。这次冲突表示着我们对神族的第一次胜利，也证明了神明不再是不可战胜的存在。之后我便不再隐藏，命令大夏各地开始重修庙宇。不过这次是我们供奉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而是每一个从人间走来为大夏做出卓越贡献的凡人。有治水大功的李冰封其为水神，有种出高产浓雾的陈明生封其为农神，创造出地动仪的张衡封其为土地神。我们用他们的光辉事迹打动世人，让世人成为他们最忠实的信徒。最后在信仰之力收集够了之后，由父皇提供能将信仰之力转化为神力的力量，最终封神。而在这期间，人与神族的战争也从战神离去之后便正式打响，因为我们封的神比神族的更强，就算他们利用灾难进行反击，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反制手段。不过与他们的战争之中，我们并没有一路高歌猛进，一开始也落入下风。不过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神族毕竟存在了数千年，底蕴不是一般的深厚，就算他们神力消散，也不是凡人可以比拟的，短时间内落入下风也很正常。不过随着我们新封的神明越来越多，我们和神族之间便进入了势均力敌的对峙之中。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神族随着信仰崩塌只会越来越弱，而我们的神也只会越来越多。终于在战争持续了1年多过后，神族再也坚持不住了，他们再次派出了天颜与我谈判。不过这次他没有带战神，也不是孤身前来，而是带着数位天兵，绑着几位神前来。我看着被绑着跪在地上的几位神明，我当然认识他们，雨神云佩、水神秋泽以及土地神鲲身，这3个都是给人间带来过灾害的神，也是我曾在大殿之中质问天颜所说的几位渎职的神。我自然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用这几个无关紧要的神来换取我们的原谅。毕竟现在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神族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要想让神族继续延续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取得我这个人间帝王的原谅。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我还是假装疑惑地问道：不知上使这是何意？天颜听完脸色极其难看，我想找应该是听出了我语气中的嘲讽。陛下说笑了，小神哪还敢让陛下叫我上使啊？
我听完一愣，看来这些时间也磨去了他们的傲慢，或许说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他们再傲慢下去了。见我不搭话，他指着跪在地上的几个，继续说道：这几位罪神犯下过错，对人间造成了巨大损失。天帝陛下得知后震怒，特押几位罪神来与陛下请罪，这几位便交由陛下随意处置。说着冲着我行了一礼，望陛下停止造神的错误行为，继续信仰我等，以停止两族争端，永享和平。我等向陛下起誓，将恪守职责，永世不忘。我并没有听他说废话，而是看着跪在地上一脸愤怒的三神。我摇了摇头说道：是不是还少了一个？原本滔滔不绝的天颜听到我的话，话语一顿，当然少了一个和我们恩怨最深的一个战神王腾。不过我猜他们肯定不可能将其交上来。我微笑着看着愣住的天颜，看来上使的和谈没有诚意啊。天颜听着我的话，顿时流露出慌张的神情。陛下战神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您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他吧。我掏了掏耳朵，漫不经心的开口：那至少把那个魔族圣女交出来吧。这天颜一脸为难，那女子已经和战神结为夫妻，成为神族了。我听着这句话，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容看得天颜直发怵。我用人间信仰造神就是有违天道，你们却可以凭自己的喜好随意封神是吗？天颜随着我的笑声脸色愈发难看，但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反驳。我看着一言不发的天颜，你觉得朕和你们还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吗？天颜闻言皱着眉头说道：皇帝陛下，您当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做绝又如何？我相当不客气，他还是不肯放弃，继续劝解。你又怎么确定他们在以后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当年就是……他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我当然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无非就是之前他们也是来自人间被封神，如今却变成了这样。屠龙者忠纯恶龙的故事，朕听腻了，这就不劳烦神使费心了，朕自有打算。天颜见谈判崩了，一甩衣袖，几名天兵便要去解绑送来的几位伪神的绳子。我见状对着陈龙使了一个眼色，陈龙立刻会意，拔出剑挡住了几位天兵的手。天颜见陈龙拦住了他们，不悦地问：你们这是做什么？上使是不是忘了我们仍处于战时？你都把俘虏送到朕面前了，我哪里还有理由让你送回去？你无耻！天颜被我这话气到了，噎了半天不知道说些什么。他可不敢跟我动手，毕竟现在的他神力少得可怜。就这样，为了让他回去报信，我放他离去。天颜只能一甩衣袖飞走了。我目送天颜消失，脸上的笑意瞬间敛去，只剩下冰冷的决断。目光扫过地上那三位昔日高高在上，如今却沦为阶下囚的旧神。雨神云佩面如土色，身体微微颤抖；水神秋泽试图挺直脊梁，维持最后的尊严，但眼中的惊惶出卖了他。土地神坤身则是一脸怨毒，死死盯着我。陈龙，押上他们去午门。陈龙抱拳领命，声如洪钟。他带着一队如狼似虎的御林军上前，他们毫不客气地将那三名旧神粗暴地拖拽起来，推搡着向皇宫外走去。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瞬间传遍了整个京城。这石破天惊的消息点燃了沉寂已久的都城，压抑了太久、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百姓，从四面八方如同潮水般涌向午门。他们眼中燃烧着复杂的火焰，有对旧神长久以来不作为和降下灾祸的滔天恨意，有对新秩序、新神明的狂热期盼，更有一种见证历史、亲手埋葬旧时代的激动与宣泄。可神不是不死不灭的吗？午门之外，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人群沉默着，只有粗重的呼吸和压抑的啜泣。这一天，民众等了太久。高台之上，我端坐于龙椅，父皇势力一旁，周身笼罩着温润而威严的金色神光。在我们下方是被控制住的三位旧神。萧炎，你这逆天而行的暴君！雨神云佩终于挣脱了闭口咒的束缚，尖利的声音带着绝望的疯狂响彻广场。你手里有斩神法，不，你今日敢斩神，明日必遭天谴，天庭不会放过你。水神秋泽也嘶吼道：你们这些愚昧的凡人，跟着他自取灭亡，没有我们神明的庇佑，你们迟早会被天灾毁灭。土地神坤身则只是怨毒地看着我，可百姓们仿佛没听到，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怒吼：斩神斩神斩神！愤怒的声浪几乎要将午门掀翻。我缓缓抬手，沸腾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聚焦在我身上。我站起身，声音沉稳而清晰地传遍每一个角落：朕今日在此，非为泄私愤，非为逞凶威。此三神身负神职，享人间香火供奉，却不思护佑苍生，反因一己私情私欲，引洪水降旱魃，裂大地，致使我大夏无数子民家园尽毁，骨肉分离，魂归九泉，其罪孽滔天，罄竹难书。人皇剑，乃我人间万民苍生的愿力凝聚。今日斩神，只为守护人间，便由我来刑罚，以人间意志之名，诛杀此等伪神，以儆效尤。父皇定住他们三个。
我父皇一步踏出，周身金光骤然大盛，浩瀚的神威让三神动弹不得。我没有多余的言语，手中光芒凝聚，化作一柄古朴厚重的金色长剑。我高举信仰之剑，目光扫过三位旧神，声音如同洪钟，响彻天地。奉人间旨意，承万民意志，斩！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道金色剑芒精准地划过三位旧神的身体，3道被斩断的身躯如同碎裂的琉璃，瞬间崩解成无数细碎的光点，其中夹杂着缕缕黑烟，代表着他们的腐朽。然而这灰暗气息一出现，便被午门上空那磅礴而纯粹的人间信仰之力迅速净化吞噬，接着就如金光般悄然洒落，无声无息地融入周围每一个百姓的身体，融入了这饱经沧桑的人间。被神罚肆虐过的土地仿佛在这一刻焕发出一丝微弱的生机，天地间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怔怔地看着那光点消散的地方。紧接着如同积蓄了千年的火山终于爆发，人皇万岁，震耳欲聋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浪直冲云霄，无数百姓泪流满面跪倒在地，向着高台的方向虔诚叩拜。那不是对神明的盲目敬畏，而是对亲手终结苦难开创未来的帝王与星神的由衷拥戴与感激。信仰之力汹涌澎湃，如金色的洪流涌入父皇体内，也涌向那些尚未封神却已被铭记的英烈之灵。我看着他，看着台下沸腾的人群，缓缓点头。这一斩斩断的不仅是3个旧神的性命，更是彻底斩断了人间对天庭的最后畏惧。他向3界宣告，人间也能审判神明。人与神的战争还在继续，天炎后面也来求和了几次，但都被我拒绝了。因神族与人界有结界，我们暂时无法攻进去，但是他们也只能龟缩在结界之内。时间又过了1年，这已经是断信仰的第2年了，神族的力量已经很少了，就算多位旧神一起联手，也不是星神的对手。这导致最近1个月天界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动静。为此，我加强了各州府的防御，命令所有星神提高警惕，并让父皇时刻监控人魔结界，那是我心中最不安的隐忧。旧神若走投无路，与魔族勾结将是人间最大的灾难。然而我的准备终究还是低估了绝望之下众神的疯狂。那天御书房内灯火通明，我与父皇还有几位重臣正推演着如何破解天界之门的结界法则。我正要开口，父皇的身形猛地一僵，他豁然抬头，目光穿透宫殿厚重的墙壁，直射向遥远的西南方，那眼神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与一丝难以置信的寒意。我的心猛地一沉，结界破了，仿佛每一个字都带着万钧之重。人魔结界被撕裂了一道巨大的裂口。什么？我惊得从龙椅上站起，案几上的茶杯被震落在地，发出刺耳的碎裂声，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人魔结界，那是父皇以命为祭，凝聚人间意志重建的屏障，是隔绝魔祸守护人间安宁的基石。魔族自身绝无可能撼动它分毫，人族更不可能自毁长城。神族真的干了。为了苟活，他们竟敢打开魔域之门，引狼入室。父皇带朕去前线，立刻！我声音斩钉截铁，再无半分犹豫。磅礴的金光瞬间将我和几位核心重臣笼罩，空间扭曲，眼前景象飞速变换。下一刻，凛冽刺骨的魔气扑面而来。我们已置身于人魔边界，眼前景象令人头皮发麻。那道红震天地、曾经坚不可摧的淡金色结界屏障，此刻如同被巨兽撕咬过一般，出现了一道横贯数百里的巨大裂口。漆黑的魔气如同溃堤的洪水，正源源不断地从裂口处汹涌喷出，迅速污染侵蚀着周围的空间。大地在魔气的腐蚀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植被枯萎，岩石崩解。与此同时，感应到结界破碎和父皇气息的星神们，水神李冰、农神陈明生、土地神张衡等，也化作一道道颜色各异却同样带着守护意志的神光，破空而至，瞬间集结在我和父皇身后。他们看着那巨大的裂口，脸上无不露出凝重与愤怒。裂口深处2道身影缓缓浮现，正是我们熟悉的战神王腾。他那具傲冷漠的脸上此刻却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和一种近乎献祭般的扭曲忠诚。他周身的神光暗淡驳杂，竟隐隐透出丝丝缕缕的黑气。显然为了维持力量和达成某种目的，他已不惜让神力被魔气侵染。而站在他身侧是那个我们同样熟悉的身影灵犀，但他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依偎在战神怀中娇媚可怜的魔族圣女。他的气息比当年强大了何止100倍，精纯而恐怖的魔威如同实质的海啸，与王腾那驳杂的气息形成鲜明对比。他竟已登上了魔尊之位。萧炎，今天该算旧账了。王腾的声音率先响起，充满了怨毒和癫狂。他手指着我们，仿佛在宣判：看到了吗？你们的末日到了，灵犀已执掌魔界，成为新的魔尊，而我神族将与魔族摒弃前嫌，结为同盟。今日便是尔等蝼蚁的覆灭之日，2界联军定叫你们人间化为齑粉，永世不得超生。他的狂笑在魔气翻涌的裂谷中回荡，带着一种末日降临般的疯狂。我神色凝重，严阵以待。神魔联手确实是最坏的局面。就在王腾狂笑到最顶点，张开双臂狂欢时，异变陡生。站在他身侧的灵犀，那只一直垂在魔尊袍袖中的右手，快如鬼魅般探出。
一声令人牙酸的血肉骨骼被强行贯穿的闷响压过了王腾的狂笑，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王腾脸上取而代之的是错愕、茫然以及难以置信。他缓缓低下头，看见那只属于灵犀的手刃正从自己胸口的位置穿透而出，那只手正握着一团剧烈跳动、散发着暗淡金光的神格核心。灵犀。王腾艰难地转动眼珠，看向身旁的女人，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深入骨髓的绝望。灵犀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个清晰而残忍的笑容。小可爱，你的价值不过是助我打开这道门，成为我登临至高之路的第一份养料。他猛地捏碎属于战神的神格核心，丝丝缕缕精纯的神力被强行抽离，融入他自身的魔元之中，让他的气息瞬间又暴涨一截。天界方向隐约传来天地撕心裂肺的绝望嘶吼，但一切已无法挽回。王腾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身体如同破败的玩偶般软倒，被灵犀随手甩开，坠入下方翻腾的魔气深渊，瞬间被吞噬无踪。曾经叱咤三界的战神，最终竟以如此讽刺的方式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灵犀缓缓抽回手，舔舐着指尖残留的金色神血，目光如同最凶厉的掠食者，看着我们，声音响彻天地：魔族的勇士们，给我杀！随着他一声令下，裂口深处，无数猩红的魔眼亮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如同黑色的潮水般汹涌而出。真正的浩劫降临了。我们的星神很强大，但是魔族吸收了旧神们遗留下来的力量，实力也大幅崩盘，双方斗得难舍难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很久，而转折点则是在皇城。我诱敌深入，让他进入皇城，由我凝聚人皇剑交给父皇使用。父皇，以人间之名诛魔。不过由于父皇收集的信仰足够多，这次并没有被禁术反噬而死。由于魔尊的死亡，加上之前从神族吸收的力量渐渐消散，魔族终于支撑不住了。最后他们退守结界，派出使者前来讲和。我同意了，不是我心慈手软，而是人间最近数年经历的战争太多了，他们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最终众神合力再次封印了两族结界，并签下条约，两族永不开战。就这样，这场人族与神族、魔族的长达数年的对峙战争结束了。人间也随着星神的帮助下重新焕发生机，迎来了新的篇章。我常常会看着早已重新修好的英雄碑，问自己这么做究竟是对是错？但是每一次我都会回答，这就是最好的选择。100年后，我在病榻上看着地下忙碌的御医以及痛哭不已的太子萧恒，我摸了摸他的头，替我好好看着这大夏。说完之后，我的手缓缓落下，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再睁眼，我发现我竟然身处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朕不是死了吗？这是在哪里？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皮肤细腻光滑，哪里还有老态龙钟的样子？就在我疑惑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陛下，您终于来了。我循声望去，发现是一个身着旗服青年。我认识他，他是我曾经封过的星神之一，掌管天界与人界的信息传递。我皱眉，朱明。朱明闻言对我行了一礼，正是臣。这里是哪里？朕为什么会在这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熟人，我当然要问清楚。朱明笑了笑说道：这里是天宫啊，陛下。天宫？我喃喃着，顿时一个猜想从脑海中冒了出来。朕这是成神了。朱明闻言点了点头。后来在他的讲解之中，我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大夏前丞相江明借用之前封战神父皇的方法秘密，为我收集了大量信仰之力。但是成神之人必须没有凡间肉体的束缚，也就是必须肉体死亡。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当时就将我杀死，只能等我自然老死之后才能进行封神。而等到了那时，江明早已死去数十年。我听着这件事，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老江竟然用我的方法对付我。我看着一脸期望的朱明，行吧，来都来了，我是什么神？时间再次过了100年，我看着大殿之中站着的凡间女子，用无比威严的声音宣布：凡女默娘在凡间多次解救落水渔民，现授予神位，封号海神。